当你研读了很多经典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类智慧最高深和最玄妙的部分一定会在顶峰相见，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就好像心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这句话的本意恰恰就是应对了道德经的那一句反者道之动。道的含义就是宇宙最高级的智慧，是一切万物的生化和本体。那么怎么样去接近那个道？反者道之动这句话就是反着来，你以为的有，实际上是真正的无。就像人一生所追求那种功名利禄，到最后真的就是一场空，而人以为的无，却是统领万物的最根源，它才是真正的有。而我们一生当中很多人都在犯一个错误，就是错把无当成有，错把有当成无，开始了颠倒妄想。你知道你的人生为什么会活得那么累？因为你的方向全部错了。方向一旦错误，越努力就越错。若想要突破现在的这个阶层，突破现有的维度，那么一定要向上生长。而向上生长的核心就是在于那句反者道之动，逆着你的本性行事。贪欲升起的时候去布施，然后在愤怒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嗔心掌控你，控制住你的情绪。懒惰的时候强迫自己起来精进。一旦学会了和自己较劲，一旦学会了逆水行舟，他从一个被欲望掌控的傀儡变成了生命的主人的时候，你所获得的回报是不可估量的。当你反者道之动，你就活在了道的必有当中，因为你做到了道德经当中第二个字叫做的顺应天性，并不是让你顺应你的欲望，因为欲望并不是人的天性。那个天真、纯粹、恬淡、虚无的样子才是人的天性。当你活到一定年纪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反着来的。高手都懂得反人性的智慧，我见过所有的高手几乎都是逆向思维，和99%的人反着来。人弃我就取，人取我就予。他们知道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机会绝对不是机会，99%的人不看好的机会，他们却孤注一掷，一定要去做。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，99%的人都想多取少给，而高手却反其道而行，多给少取。谁知道老天爷却非常的公平，他是反着来的，你越给你就越多，你越贪你就越少。道德经中讲，既以为人，己欲有，既以与人，己欲多。你越帮别人，自己就越富有，你越给别人，自己却越来越多。这就是舍，小舍小的，大舍大的，不舍不得。真正智慧的人都懂得反人性，而反人性最高级的形式就是舍，多给少取，永远让别人占便宜，让自己吃亏。这就是布施。乐善好施必定会让你在财施中获得更多的钱财，在法施中获得智慧，在无畏施中获得健康长寿。布施就是舍，它既是治愈人性之恶的良药，
更是积聚财富的秘方，而这种智慧只有中上之人才能领悟。请你记住，越舍越多，越多越舍，而反之则是越贪越少，越少越贪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短短几句话，看似不起眼的文字，却蕴含无尽玄妙。可以这么说，这几句话你要是彻悟了，也就算得上的道之人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？这两句话到底有何玄妙？一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如何理解？道的运行规律就是反字，道在柔弱的状态下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天下万物来自于有，有来自于无。道的法则就是事物的两种属性之间总是相互向着对立面运行，在临界点返回，如此反复循环。弱者道之用，道在柔弱的状态下发挥作用。反者道之动，此句结构是道之动者反，以及道的运行规律就是这个反字。这里的反包含三个含义。零幺，相反，指大道对万事万物的反向调节作用。比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零二，返回，事物永远存在对立的两种属性，两种属性之间永远相互运动，转化，在临界点返回原来的属性。比如物壮则老，再比如大曰是，是曰远，远曰反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太阳光在夜晚最弱，然后经历黎明，上午一点点变强，到正午达到最强，之后一点点变弱，由最强的那一个点开始，反向返回，也就是返回它原来的属性弱，这样循环往复运动不止。同样，人的生老病死也是相同的变化规律，婴儿至柔至弱，到中年至刚至强，进而进入老年恢复到至柔至弱。零三，反复，道的运行规律不是单一的一次运动就终止，而是不停的循环往复。老子说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，就是说天下万物自然生长，我观察它们循环往复的规律。那么我们就要懂得，不要仅仅重视可见的有形的外在的事物，对于不可见不可知无形的因素也要足够重视。正因为反者道之动，所以我们做人要把握好一个度字，不要过度把持，也不要过分强求。正所谓过犹不及，因为一旦事物发展到临界点，很容易走向他自己的反面。所以老子会说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因为道的反向调节作用，所以我们就要懂得，凡事应该柔和，不要强势，要随顺自然，不要张扬跋扈，否则倒会让你适得其反，倒会让你得到反面。另一方面，做人做事不要过度，适可而止就好。如果用力过猛，过于求胜心切，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。
正所谓持而盈之，不如其意。把握好一个度字，守于中，止于善，这样才可以和视之不见、听之不闻、博之不得的道融合于一处，得到天道正能量的加持，自然无往不利，所作必成。正如老子所言，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安平泰。弱，非懦弱，非孱弱，也不是虚弱，而是柔弱。柔就是不强硬，弱就是不强势。心存善念，常怀感恩，不急躁，不冒进，完完全全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法则，有条不紊，不卑不亢，顺其自然，这样就是老子所谓的弱。只有这种状态，道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反者道之动，任何事物、任何现象、任何状态都不会永远常在，都是暂时的，都在过程之中。我们能够拥有的，也只不过是当下的刹那而已。所以我们不必苦苦强求，紧紧把持，而应该看淡一些，看开一些。虽然努力做事，但不必强求结果。正所谓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，为就可以了，不必争什么。要知道，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必然，一切结果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坦然面对，欣然接受，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，不悲过去，非贪未来，心系当下，由此安详。越是强者，越懂守弱。很多人只记得薛定谔与猫而引发出来的遇事不决、量子力学的事儿，或许没听过老薛的一句鸡汤：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，生命以负熵为实。啥意思呢？说句丧气话，人活着总是要死的，万物终将凋零。从生到死的过程，从有序变为无序，就有那么点熵增的意思。就如原本干净的一间屋子，如果一直没人收拾，肯定会越来越乱。当一个精神小伙习惯了慵懒的拖延时，或者沉迷于某件让自己快乐的恶习时，他的人生就已经输给了熵增，他的人生已经开始了衰败。人生的失意看起来是偶然，是命数，其实是必然。所以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，与无序做斗争。什么叫生命以负熵为实呢？有反才有动，没有矛盾便没有发展。如强弱的矛盾关系，鬼谷子有言为强者，基于弱也或许是最佳主角。越是强者，越懂守弱。反可以是一种处事法则，委屈反而能保全，弯曲反而能伸直，低洼反而能注满，破旧反而能生新，少取反而能多的，贪多反而会迷惑。我们可用这一规律来指导自己为人处事。想要收敛的东西，不妨先让它扩张；想要削弱的对象，不妨先让它增强；想要废弃的东西，不妨先让它兴盛；想夺取的东西，不妨事先施予。自觉地引导事物向其反面转化，最终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。
文声反没，欲张反敛，欲高反下，欲取反语的套路。三，道若不弱，就不能反；道要反，就非弱不可。道其实就是事物，万事万物，反就是道的运行规律，弱更有助于道的发挥。反者道之动这5个字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。事物永远存在着对立的2种属性，而这2种属性总是在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过程中，在临界点返回，循环往复。刚出生的婴儿至柔至弱，到中年则至刚至强，之后到老年又恢复到至柔至弱，这时又需要我们像保护孩子一样的爱护了。正因为反者道之动，所以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度字，不必过分强求。岂不知过犹不及，紧握的沙子更容易流失。一旦事物发展到临界点，就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。所以老子说持而盈之，不如其极。天下万物自然生长，都有循环往复的规律。对可见的有形的事物，我们易于感知；对于无形的事物，我们也要足够重视。比如一个国家急成而衰，事业兴旺扩张到极点，就会走下坡路。弱者道之用，道在柔弱的状态下发挥作用。这里的弱就是不强势，不急躁，不冒进，有条不紊，不卑不亢，顺其自然。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道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历史上朝代更迭，就是因为一个朝代它慢慢变弱了。大明朝就是自己先弱了，才给了山海关外的大清以可乘之机。大清刚开始也很强大，可是到了末期变得软弱无比，使国家遭受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国土被肆意瓜分的奇耻大辱。凡事正因为都会变弱，所以才会消失，逐渐变弱，变得不合理，就有了被废弃的理由。这就是弱者道之用，反者道之动。任何事物，任何现象，任何状态都不会永远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是在过程中的。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当下的一瞬间而已。弱者道之用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身居高位要谦卑，平凡普通也不用自卑。我们不必苦苦强求，而应该看淡一些，努力做事，不必强求结果，做就可以了，不必为结果纠结。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，坦然面对，欣然接受，不必为过去的事情悲伤，才能更好地迎接和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馈赠。所谓无何有，无是不能辨别，无法感知的物质，有是可以感知和辨别的物质。有的物质实际存在，但你感知不到，也就是无。同样的，有的物质表面上不存在，但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感知到，那也就是有了。所以无并不是没有，有也并非是真有。无和有是大道的2种状态，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形态不同而已。圣经上说，
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，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老子说，夫物云云，各复归其根，宇宙万物最后都复归其根，统统回到它原来的起点，那就是根本。反的三个含义都揭示了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，蕴含着极高的人生智慧。它揭示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无尽的循环往复，我们所观察的万物变化只不过是道的返回活动。反虽然是循环往复，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循环，而是一个不断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。今年的春夏秋冬不会跟去年完全一样，去年是暖冬，今年经济就比较冷。道的运行就是这样，一方面周而复始的运动，另一方面又在运动中不断的发展变化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不再变化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一切都会自然回归于道。道德经是解释易经的，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来自易经的否极泰来，意思是指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对立面转化，逆境达到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，运到了头，好运就来了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往往可以成为人的一种精神力量。人生苦短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有时难免会陷入一种逆境，甚至是困境。无论经历何种艰难困苦，都必须珍惜生命。我们要树立信仰的意志，因为反者道之动的规律告诉我们，事情坏到了极点，曙光就在前面，转机往往就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。要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有了这样的信仰，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反者道之动作为一种人生智慧，还与中庸之道有关。中庸之道就是无太过，儒家和道家都赞成这样的观点。傅培荣先生说，除了人之外，其他万物都照规则来，人类是唯一可以不照规则来的生物。但人类不一样，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人注定是要返回根源的，所以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，让自己生活得更加自然、健康和快乐。人如果背道而驰，倒行逆施，结果肯定是不好的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23章中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狂风不会持续的吹，暴雨不可能整天地下，疾风暴雨都是短暂的，这是气候异常的反应。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到极致，太过就会自食恶果，因为极端的行为都不能长久。只有秉持中庸之道，才能科学发展。要向老子学习用弱，示弱，示弱不仅是一种勇气，而且是一种智慧。韩信人胯下之辱，终成一代名将；勾践人尝遍之苦，终见复国之功。项羽不能忍一时之败，落得乌江自刎。一个人太强势，不管出发点是不是好的，定会受到伤害，这种伤害几乎无法挽回。所以很多人遍体鳞伤，因为他们不懂得示弱。生活中有许多矛盾并不涉及大是大非，
也不涉及原则问题，诸如朋友间的误解、夫妻之间的争吵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隔阂等等。若一味的逞强，有时会失去难得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父母可以善意地说我不行，激励孩子养成独立自主的意识，并进而培养孩子的自信与生活能力。老师也可以善意地说我不懂，鼓励学生勇于发表意见，培养他们独立探究的能力。这种示弱可以说是父母和老师有意借己之弱，以培养孩子学生之强。示弱是一个强者遇到事情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优雅风度。他在某件事上示弱，不等于他是一个弱者，恰恰表明他心里的强大。强者示弱是一种美德，如果女人学会示弱，境界就更高了。懂得示弱的女人肯定活得轻松，人前给足了男人的面子，还怕他不俯首帖耳地为你卖命。一个示弱就把婚姻、家庭、生活统统搞定。如果有谁敢欺负示弱的女人，肯定会被群起而攻，绝对没好果子吃。懂得示弱的女人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也捎带着和谐了家庭，和谐了社会。这是多大的智慧呀！一个甘心示弱、敢于示弱、主动示弱的人，必定是一个豁达大度、宽宏大量的人，必然是一个看破世事、洞透人情的人，必然是一个思维超常、充满智慧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否极泰来，物极必反。只要你按照这个规律，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了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